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恐怖故事时间，戴上你的耳机，准备迎接梦魇吧。盛夏的夜晚，热气难耐，我、阿伟、明轩和阿奇已经在家里闷了好几天，终于决定再去那个废弃的泳池走走。这是我们藏在破旧工业区中的秘密基地，一个遗弃的公共泳池，荒凉又阴暗。我们自从发现这个地方后，便总喜欢在无人打扰的夜里来这里泡水放松。今晚的月光暗淡，四周静得可怕。池边的旧灯闪烁着微弱的光，照亮了一片浊绿的池水。废弃工业区特有的铁锈味和蒸腾的热气交织在一起，让这里有种压抑的气氛。尽管如此，我们还是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，毕竟这里是我们自由玩闹的场所，不用顾忌别人。我们站在泳池边，阿伟兴奋地看着我们。嗨，你们知道吗？这泳池以前闹过鬼。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，你每次来都说这种话，谁还信啊？我笑着想把这话题带过去，免得夜里想起来后怕。明轩却一本正经地接话，真的，以前这里死过人，报纸上有写过的。他说这话的时候，似乎想让我们信服。我有亲戚住在这附近，他们说这里以前是游泳馆，后来因为有人跳水池溺死了才荒废的。阿奇听了，脸色变得有些苍白。哎，别吓我了，今晚就当作是来玩最后一次吧。这几天老觉得这里的气氛变了，怪怪的。他向来胆小，这会儿更是表现出一副惊恐的模样。阿伟立刻笑着拍了拍他的肩，别想太多，既然要玩就玩个够，等过几天泳池要彻底封起来了，就算想来也来不了。他说完便扑通一声跳进水里，水花四溅。我和明轩对视一眼，也相继跳入水中。水底冰冷，让人有些不适，但很快身体适应后，大家开始在水中泼水嬉戏，互相开着玩笑，玩得忘乎所以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阿伟忽然提议，我们来比赛潜水吧，看看谁能潜到泳池的最深处。这个提议让我们都来了兴致。尽管这泳池已经废弃多年，但我们知道中心的深水区依然很深，或许有2层楼高。对我们来说，这是个充满挑战性的游戏。来啊，不怕的人跟上！阿伟大声说着，做出准备潜水的姿势。我们看着彼此，毫不犹豫地点头应战。一声令下，我们同时吸了一口气，潜入了水中。水底渐渐变得黑暗，只有微弱的月光从水面透下来。四周的世界瞬间安静了下来，耳边的声音被水压制着，取而代之的是自己的心跳声和耳膜的轰鸣。越往下潜，压力越大，眼前的景象也逐渐模糊。就在这时，我的视野里忽然出现了一个影子，像是一条细长的黑色线条，在我身旁缓缓飘逸着。那黑影似乎没有形状，但带着一股阴冷的气息，像是某种冷冽的触感穿透了我的皮肤，深入骨髓。我突然感到一股恐惧，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。我忍不住迅速上浮，心里只想尽快逃离这种诡异的感觉。当我浮上水面，猛地呼出一口气时，发现其他人也陆续浮了上来。我们彼此对望，面面相觑，每个人的表情都显得惊恐且疑惑，似乎都察觉到了一些异样。阿伟的脸色苍白，显然被什么东西吓到了。他揉着耳朵，低声说道：我在水底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，好像有个人在我耳边说话。明轩也皱着眉头，我感觉有什么东西碰到我了，特别冰冷，好像是一只手在水中抓住我的脚。阿奇看起来更是惊恐，他颤抖着说道：我在水底看到一张脸，那脸在水中浮动着，眼神一直盯着我看。我听完他们的描述，心里感到一阵寒意。我们每个人似乎都在水底经历了不同的异象，但这一切又显得那么真实。我们谁也不敢再继续往下潜，于是默默地退回到泳池边。周围的氛围变得压抑起来，水面上浮着淡淡的雾气，似乎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。我们站在岸边，却谁也不敢先开口提议离开。忽然，阿奇惊恐地指着水面，脸色苍白，像是见到了鬼。他说：你们看，水底有张脸。我低头望向水面，起初什么都看不清楚，只看到水波微微晃动。忽然，
一张模糊的脸浮现了出来，缓缓在水中显形。那脸扭曲着，五官像是被水波拉长，嘴角扭曲地微笑着，眼睛阴沉而深邃。庞福透过水面直勾勾地盯着我们看，我们都愣住了，脚步不由自主地后退。我浑身发冷，感觉那双眼睛在紧紧跟随着我，哪怕我将目光移开，仍然能感受到他的注视。周围的空气庞佛变得越来越寒冷，让人透不过气来。阿伟的耐心先耗尽了，他大喊一声：“我受够了，这鬼地方我们以后不要再来了。”说完便匆匆往泳池外走去。就在他转身的一瞬间，我看到那脸浮动了一下，庞佛朝着他的方向移动。我心里一惊，想要提醒他，却发现自己说不出话来。正当我准备跟上时，我忽然感觉到脚踝被什么东西抓住了，那种触感冰冷而湿滑，像是一只缠满水草的手。我低头一看，发现水下竟然浮现出一只苍白的手，正死死地抓住我的脚踝。那手指细长而僵硬，庞佛失去了生机，却又有着不可抗拒的力量。我惊恐地挣扎，但那只手的力量超出想象，让我无法动弹。我感觉自己被缓缓拉向水池，庞佛即将被拖入无尽的深渊，眼看我就要窒息。这时阿伟突然转身，发现了我的异常，立刻冲过来，一把拉住我。我们合力挣脱了那只手，跌坐在地上，大口喘气，双手都在发抖。我们不再犹豫，4个人慌忙地离开了泳池，飞快地跑向工业区外，没有人回头。直到跑到大路上，我们才停下脚步，彼此对望着，脸上写满了惊恐。事后的发现，几天后，我们听说那个泳池被彻底封闭了。据说泳池里发现了一些骨骸，还有几具腐烂的遗体。警方调查后，找到了几个失踪多年的报告，那些人都是在泳池附近失踪的，但从来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下落。这场经历成了我们无法抹去的阴影。夜里闭上眼睛时，我总能隐隐看见那张脸，那双苍白的手，而那些静静埋藏在水底的亡灵，似乎仍在等待着下一个误闯者。喜欢这则故事的话，记得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每晚间的恐怖小故事哦。